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娅，我是一名小提琴家，也是在美国从事音乐教育、音乐演出的音乐人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绿卡经验，怎么在10个月内从递出申请到拿到实体绿卡。我申请的是 EBEA 杰出人才绿卡，我在2024年的8月送出了 I-140的申请。那当时想要赶快拿到，所以我就选择付了2800块的加急费，美金。真的越来越贵，因为如果不付加急费，你可能要等到1年。那我在2个多礼拜以后就收到了绿卡的回复，那就是通过。在9月呢，我就送出了我的 I-485，就是身份调整。9月20，我就看到移民局收到了我的申请。那到11月就让我去按了我的指纹。等到了2025年的5月底，终于他就写通过，所以我在6月初就拿到了我的实体绿卡。我从送件到拿卡大概是10个月。就从 I-140、I-485这样一路过来。如果你对在美国长期发展有兴趣，或是你也准备要申请 EBEA 的绿卡，那希望我的经历呢会对你有所帮助。简单背景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从小就学音乐，主修的是小提琴。在2021年的时候，我是拿着 F1 学生签到美国西北大学读硕士。那其实是2年的学制，只是因为当时疫情，所以我第1年是在台湾就是上线上课，第2年才来芝加哥读硕士的。1年后，就是2022年，我就到湾区工作了，因为我朋友那时候在湾区，我那时候拿的是 OPT 学后签，那 OPT 需要挂在公司或是机构名下，所以我就进了音乐教室去工作。2023年那时候，老板就说，可以帮我抽个 H1B， 我就说，哦，好啊。那第一次抽的时候是3月，就写没抽中，我就想说，哦，那可能要申请 O1 艺术家签证，不然没办法待下来。8月的时候，我本来就要送 O1 了，那时候就有2抽的 H1B， 我就抽中了工作签，所以就直接用 H 带下来了。但是因为我的 O， 就是我的艺术家签证的律师费已经缴了，我就不想浪费那一笔钱，赚钱很辛苦我就跟律师说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案子转成 EBEA 吧，他就同意，我就好，因为还要补钱。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学 EBEA。EBEA 还是一个 employment base， 也就是工作绿卡，只是不需要雇主的支持，你自己申请就可以了。只要证明自己有 extraordinary ability， 就是证明自己有超能力，自己很棒。那它的英文全名是 Employment-Based First Preference Immigrant Visa for Individuals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y， 中文叫做第一优先类别就业移民中的杰出人才类别。哇，念完了，我太杰出了。那像我们这种做艺术的、音乐表演的，其实 H1B 的限制蛮多的，因为你所有的工作都是必须经由你的雇主，那这样就不能自由接案。在拿到绿卡前，如果你还是签证状态，你想要自由接案的话，其实我觉得 O1 艺术家签证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产业的。准备过程 ，EBEA 总共有10个标准，那成功的案件至少要符合至少3个标准。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要盘点自己有符合哪些标准。我自己是送了7个标准是符合的。第一个是获得国际或国内知名的主要奖项或荣誉，我就有送之前参加过的比赛啊，律师甚至要我就是10几年前的比赛都要去找到证明。第二个是成员资格，有音乐协会的成员，我有符合。第3个是媒体报道，那我这一项还蛮符合的，因为我有很多的台湾媒体报道，也有线上音乐的专访，然后也有美国的报纸报道。如果是中文的话，就全部都要翻成英文，还要写出媒体的来源，还有媒体的重要性。第4项评审，这个我就没有符合资格，我没有审过稿，也没有当过评审。第5项原创性贡献，我自己有写过一本书叫《18法课》。然后也有去校园巡回演讲，这也蛮符合，因为书也有被国家图书馆收藏，这些资料我都有呈现。第6项学术文章，因为我没有读博士，所以我也没有写过任何的学术文章，我就不符合。第7项展览或是展示，我在国家歌剧院或是美国音乐厅都有过演出，然后提供了节目单、照片或是录影的截图。第8项重要职务，像是我在台湾有在乐团的职务，然后到加州有当 ensemble director， 在之前拉的乐团有拉过首席或是当过独奏，这些我都列出来。
第9项高薪或高报酬，这个我也没有符合，就没有送。第10项商业成功，我提供了很多场演出活动的票房记录。以上就是10点啦。那推荐信的部分，我总共是送了7封，就是包含曾经的老板还有教授们。我一开始超级搞不清楚状况，我以为就是申请这个我就要很多的推荐信，后来才发现推荐信的作用就是这个很重要。推荐信的作用就是用来当证据，要证明你有符合这些列出来的10个点。资料整理方面呢，就所有的中文资料我都要翻成英文，然后也要有翻译者的证明，这个也蛮花时间的。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要申请 EB、EA， 第一步就是盘点，然后去对照你有符合这10项的资历，因为没有人比你自己还要了解自己。我那时候问了很多个律师，然后大部分都是叫我赶快结婚比较快，但我如果找到人结婚，我就不会找你了嘛。Anyways。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不可能，然后有的人跟我说我甚至连 O1 艺术家签证都不可能，要至少再努力个1到2年。我的心得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就真的放弃，你还是要自己做功课，然后多看成功的案例。再来是越早准备当然越好，像推荐信就是我光来来回回更改，然后要请大家签就花了大概2-3个月，因为你也不可能去催这些推荐者说你快点给我，所以就只能等。那再来就是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保存很多节目的纸本节目单，因为以前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电子化的，所以找到这些资料真的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。那你资料准备的越完整，你当然可以越去说服移民官的审核，毕竟移民官也不是同行，所以资料就是准备的越直白越好。你要写的就是让人家看得懂，不要写太多专业的术语。律师最大的作用就是他可以写一个 cover letter 去论述你有符合的点。那像我准备给律师的资料就已经200多页的 Word 档，就是为了让他看得懂我在做什么，然后他可以很好的去写他的 cover letter， 最后呈现给移民局去审核。那就是这样啦，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，因为很怕讲错，所以我今天一个稿在下面。谢谢，拜托帮我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